你有没有想过，中国为什么要保持同巴基斯坦的友谊？当看到以枭龙战机和霹雳15为代表的中式装备被巴基斯坦拿来痛打阿三时，你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巴基斯坦对于中国的价值就是针对共同的敌人印度，但印度实际上根本不配中国联手另一个国家针对。在中巴友谊背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需求非常复杂。意识到这一点的巴基斯坦其实一直在配合中国，增加自己在大国博弈中的价值。巴基斯坦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价值其实是扮演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中国通过巴基斯坦这个传声筒，有时联络的是中东伊斯兰世界，更关键的则在于巴基斯坦其实是中美两大国联络的最佳平台。在如今中国的14个陆上邻国当中，巴基斯坦是唯一一个同中美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巴基斯坦更是中国所有陆上邻国中唯一一个美国盟友级别的政权。这种特殊的地位曾在中美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当中，让巴基斯坦为中美沟通立下过大功。时间回到第二次英巴战争结束后的1965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因为战争失利，地位岌岌可危。为求自保，他开始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为自己寻找后台。美国是当时巴基斯坦的大后台，他们不仅为巴基斯坦提供全套武器装备，还将巴基斯坦同时拉进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与中央条约组织。而因1962年的中印冲突，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还算不错。可叶海亚汗虽有两大后台，但那时中美两国的关系比起形同陌路更接近于剑拔弩张，于是叶海亚汗很希望这两个后台能站到同一个战号里。不过小国自然无权决定大国的外交，对于叶海亚汗而言，他需要做的只有等待这种机会的出现。尼克松上台之后，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开始主动解冻中美关系。察觉到风向转变的叶海亚汗非常激动，他知道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到了。于是自1969年开始，他一方面在会见中美外交人员时多次为对方说好话，另一方面主动当起了沟通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传话筒。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巴基斯坦成为了中美眼中唯一被共同信任的第三方。而随着中美谈判的推进，巴基斯坦作为沟通渠道的价值也在逐渐提升。1970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得知叶海亚汗将再度访华时，表示美国准备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叶海亚汗则借机建议美国可将巴基斯坦作为中转站，秘密派出外交人员进入中国。在他的安排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1971年先是公开访问巴基斯坦，停留巴基斯坦期间对外谎称生病，实则转乘由叶海亚汗安排的巴基斯坦航空专机秘密飞往北京，为尼克松访华铺路。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乃至中美建交铺平了道路。为报答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中美两国也在1971年的第3次印巴战争中同时对巴基斯坦提供了支持。在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得以光明正大的进行。不过在上世纪，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大多属于无偿赠与。到了本世纪，当巴基斯坦开始批量采购并装备中国武器之后，这个国家对于中国而言开始有了第二种价值。英巴两国在1998年同时进行的核试验，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新一轮制裁。在1999年的卡基尔冲突之后，美国也再次对巴基斯坦重申不得将从美国采购的 F-16用于克什米尔冲突。因西式装备的可靠性随着美国制裁而大大降低，巴基斯坦也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装备供应商。对于小国而言，独立建造军工体系极不划算，可美国的制裁让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也不愿意向巴基斯坦供应武器。印度又是俄罗斯军火的第一大客户，于是2000年的巴基斯坦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一个可靠的武器供应商。这时他们才想起来，20年前曾与中国合作进行过歼机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在80年代因巴基斯坦获得 F-16而被单方面放弃。当时间来到2000年之后，感到后悔的巴基斯坦又想回过头来同中国军工进行接触。虽然知道巴基斯坦选择中国是走投无路的结果，不过当时的中国军火也急需巴基斯坦这样的客户。对于中国军工而言，许多武器装备的纸面数据并不落后，且价格远较西方同性能装备便宜。可中式装备一方面缺乏战争的检验，另一方面也没有被大规模装备的先例，因此国际市场对中式装备兴趣寥寥。巴基斯坦的合作意向很快收到了中国的正向反馈，中巴之间的武器合作也收到了1+1大于2的效果。在两国的合作下，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发完成了 JF-17战斗机。这一项目不仅帮助中国航空工业分摊了成本，还帮助巴基斯坦建设了独立国防体系。除了枭龙之外，作为客户的巴基斯坦也帮助中国完善了红旗9防空系统与 VT4 坦克等装备。
在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军火贸易中，不光是上述武器，这份名单中还能列出 ZDK-03 预警机、猎鹰80防空导弹、054AP 护卫舰、歼 10C 战斗机等等一系列先进装备。自2016年开始，巴基斯坦年均70%以上的武器装备都进口自中国，而对于中国来说，从军购中赚巴基斯坦的钱实际上是次要的。巴基斯坦这个第一大客户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意义有二：一是为中国装备打广告，只要巴基斯坦使用中国装备，在印巴冲突中打出好成绩，那么就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军火客户。在2019年的印巴冲突中，巴基斯坦曾击落印度米格21战机，并俘获了印度飞行员。在巴基斯坦公开宣布枭龙参与了这次击落之后，许多观望中的国家快速跟进。尼日利亚空军在此后订购了3架同款战机，阿塞拜疆空军也在2024年斥资16亿美元订购了24架枭龙。巴基斯坦作为纽带，让中国军工也得以逐渐进入中东市场。不管是沙特、土耳其还是伊拉克，他们与中国在军工上的合作都来自于巴基斯坦的示范效应。如今的中国能成为全球前5的军火出口大国，巴基斯坦功不可没。而中国军工如果想进一步打开销路，巴基斯坦也同样不可或缺。巴基斯坦对于中国的价值还不限于以上2个方面。在来自中国的武器成功装备巴基斯坦之后，巴基斯坦信任中国的程度继续提高，这最终让巴基斯坦做出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那就是为中国提供瓜德尔港。2013年，巴基斯坦以出租的方式将瓜德尔港43年的运营权交予中国海外港口控股公司。这一港口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为响应几乎同时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但对于中巴2国而言，所产生的影响绝非一个港口这么简单。对于中国来说，瓜德尔港的核心作用就是突破马六甲困局。在拥有了这一港口之后，通过中巴经济走廊，波斯湾的石油可经管道陆运至新疆，这不仅让运输距离缩短 70%， 同时还能避免马六甲海峡被掐断时中国所必然面对的能源危机。除此之外，瓜德尔港的存在也能削弱印度在印度洋的垄断地位，并为中国提供与伊朗、阿富汗乃至沙特等国的合作支点。可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增加自己在中国眼里的价值，瓜德尔港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必要的项目。瓜德尔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西南端城市，而俾路支省又是巴基斯坦内部主要分离势力俾路支解放军的活动区域。对于巴基斯坦来说，瓜德尔港的推行有着诸多明显的坏处。这个港口会让俾路支解放军拥有一个攻击巴基斯坦的痛点。自瓜德尔港开始由中国建设之后，俾路支解放军几乎经常性的袭击附近有关中国的人与物资。瓜德尔港的建设还会削弱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的竞争力，让本没有独立倾向的信德人也可能开始反对巴基斯坦中央。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让中国接手瓜德尔港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战略信任。他们信任中国会谨慎开发这一港口，也相信中国会帮助巴基斯坦消除港口建设带来的副作用。中巴友谊因反对印度而起，但如今的中巴关系早已超越单纯的反应。虽然并不知道中巴关系能在未来前往何方，但可以确定的是，本轮印巴冲突之后，中国借助巴基斯坦的胜利，一定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收获更多订单。2045年，越南将成为发达国家。当地时间9月23号，越南主席梁强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放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听到这个消息，吓得我赶紧查了下越南的经济数据。你还别说，单从数据上来看，确实相当亮眼。在去年全球经济一片哀嚎的时候，越南的 GDP 增速居然达到了惊人的 7.1%， 总量冲到了4763亿美元。进入今年，这股势头丝毫没有减弱，仅仅是上半年吸引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就高达 215.1 亿美元，同比暴涨 32.6%， 是自2009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贸易更是猛得一塌糊涂，单单上半年的进出口总额就干到了4320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 76.3 亿美元。一时间，全世界的热钱跟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开始疯狂涌入越南。华尔街的报告把它捧上了天，制造业的订单更是淹没了它的港口。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虽然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稍微调低了预期，但依然给出了 6% 左右的增长预测，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绝对是鹤立鸡群。这股势头看起来锐不可当，也能看出一直狂抄我们作业的越南太想进步了。这也不禁让人疑惑，越南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的穷邻居，到底有没有可能快速崛起挤进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今天咱们就来把越南这本账给算个明明白白。要看懂越南的直面崛起，我们得先把镜头拉到越南北方一个叫北宁省的地方。
2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业省份，紧挨着越南首都河内，农民们种着水稻，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但今天你再去北宁，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三星、佳能、微软、富士康的巨大厂房一座挨着一座，一眼望不到头。这里已经成了越南最大的电子产业中心，也是越南最富裕的省份之一。北宁的华丽转身不是偶然，它的背后是全球产业链的一次惊天大挪转。当龙和鹰开始缠斗，掉下来的鳞片就足以喂饱旁边那条小鱼，而越南就是那条最会抢食的小鱼。中美贸易战打响后，全球的制造业巨头们为了规避风险，开始拼命寻找中国加一的替代方案。而越南就凭借它那不到1亿的年轻人口，靠近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低到令人发指的劳动力成本，成了那个最完美的选项。于是我们看到了北宁的奇迹。这个越南面积最小的省份已经规划了15个大型工业园区，未来还要再建8个，总面积近1700公顷。其中光三星一家就在这里砸下了上百亿美元，扩建半导体和显示器工厂。更是有无数的年轻人从越南各地涌入北宁的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也撑起了越南经济的半边天。这就是越南拿到的世界工厂入场券。这张票是地缘政治送给他的礼物，是时代给予他的风口，他抓住了，并且吃到了第一波红利。但问题是，这张票并不是一张可以通往终极 VIP 通行证，它更像是一张有时效、有区域限制的站台票。越南是挤进了全球化的宴会厅没错，但它的位置似乎永远被限定在了那个最喧闹、利润最微薄的加工车间。工厂的机器在轰鸣，港口的货轮在鸣笛，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直到2024年的夏天，越南北方的工业区突然断电了。这场席卷越南北部的严重电荒，让无数外资工厂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亿美元，相当于其 GDP 的 0.3%。为此，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代表当着越南总理的面抱怨说，因为电力供应不稳，连交货日期都无法预测，一些日本企业已经开始考虑撤资了。这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沉浸在越南奇迹中的人们，也暴露了越南崛起背后那3大致命的短板。先说它第一个致命短板，空心化的工业。越南能算是制造业大国吗？是也不是。说是因为它的出口数据确实漂亮，说不是因为它的制造业根本没有心脏，它更像一个巨大的组装车间，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工业帝国。我们来看一组残酷的数据对比。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到全世界的 28.55%， 而越南呢，仅仅 0.34%， 只有中国的 1.17%。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一件在越南组装的苹果手机，或者一双越南生产的耐克鞋，它绝大部分的利润、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都留在了中国、韩国和日本。越南赚的只是最后那点血汗钱、辛苦的组装费。所以说，它的工业体系是碎片化的，严重依赖外部输血。每天，无数装着中国零件的卡车通过友谊关口岸进入北宁、北疆的工业园，被越南工人组装成成品，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最后再装上货轮运往美国。这条产业链的命脉并不掌握在越南自己手里，一旦上游的供应出现风吹草动，下游的越南工厂就得集体感冒。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业繁荣，根基极其不稳。第二个致命的短板，瘸腿的软硬件。一个国家想实现工业化，就像组装一台电脑，不仅要有强大的硬件，还得有能驱动硬件的软件。可惜的是，越南在这2方面都瘸着腿。硬件就是基础设施。2024年的那场电荒只是冰山一角，越南的交通基础设施同样落后，公路路网密度不足，高速公路更是稀缺，这极大的推高了物流成本，制约了工业效率。你想成为世界工厂，首先得保证路要通，电要足吧。可连最基本的3通1平都摇摇欲坠，这地基怎么可能牢固？软件就相当于人力资本。越南确实有年轻的人口红利，但人多不等于人才多。越南的教育体系已经和它的产业发展严重脱节。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高达 73% 的越南企业表示，招聘有领导和管理能力的员工非常困难。68% 的企业找不到具备所需专业技能的技术工人。大学里教出来的学生，工厂却用不了，企业招到人还得从头再培训。这种人才的结构性短缺，死死地卡住了越南产业升级的脖子，让它只能在劳动密集型的第一端产业里打转。致命的短板3，根植于骨髓的内耗。如果说工业空心化和基建落后是发展的硬伤，那深入骨髓的腐败和南北撕裂就是侵蚀越南国本的2种癌症。2024年，越南爆发出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诈骗案。
女首富张美兰伙同他人通过控制西贡商业银行掏空了整整27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越南2023年 GDP 的 6%。与其说这是贪腐，不如说这是在越南身上开了一个巨大的血口，把本该用于建设国家、改善民生的钱给直接抽干了。虽然从2013年起，越南的重量级领导人阮富仲就搞起了声势浩大的熔炉反腐运动，抓了一大批高官，但深入骨髓的反腐问题依旧没有被彻底解决。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24年全球清廉指数，越南得分仅为40分，仍然属于严重腐败的国家。系统性的腐败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越南经济发展的果实。比腐败更要命的是越南根深蒂固的南北撕裂问题。历史上，越南长期处于南北分治的状态，北方以河内为中心，政治传统深厚，民众吃苦耐劳，国家意识强。南方则以胡志明市为中心，曾是法国殖民地，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经济上更开放，思想更自由，民众性格也更随性。越南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南北越的内战。虽然北方最终统一了南方，但两个地区的心从来没有真正走到一起。在越南的政治体系里，北方派系和南方派系至今仍在明争暗斗。北方人觉得南方人是投降派、亲美派，南方人觉得北方人是土包子、思想僵化。北方的干部思维缜密，讲究纪律，南方商人思想活络，敢闯敢干。这完全就是两种心态，这两种力量本可以互补，但在越南更多时候是相互掣肘，形成巨大的内耗。这使得越南很难像当年的韩国一样，形成一股统一的国家意志，去执行一个长期连贯的国家发展战略。所以说，这三大短板，空心化的工业、瘸腿的软硬件、致命的内耗，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自我锁死的恶性循环。没有自主工业，就无法创造高额利润，也就没钱去升级基础设施和教育，而腐败和内耗又进一步吞噬和浪费了本就稀缺的资源。这个循环不打破，越南恐怕就永远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徘徊。越南崛起离不开地缘政治的东风，但同样它的未来也必然被地缘政治的棋局所左右。今天的越南正小心翼翼地扮演着一个走钢丝者的角色，在东方巨龙和西方白头鹰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它既需要中国的投资和完整的供应链，离不开中国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但同时心态拧巴的它又对我们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总想着吃饱了就砸锅。它也需要美国的市场和安全保障，但同样害怕美国搞和平演变，颠覆自己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越南的外交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这种左右逢源的策略在和平时期为越南赢得了最大的发展空间，但这也注定了它无法复制当年韩国、新加坡的崛起之路。我们来看看韩国是怎么起飞的。朴正熙时代，韩国搞的是一种发展型独裁。韩国政府通过一个叫经济企划院的强力部门，铁腕主导国家经济。他们确定了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等核心产业，然后把韩国的全部资源、低息贷款、政府担保、政策补贴都砸向三星、现代这些被选中的财阀。同时，残酷压制工会，保证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是一场以国家为单位、不计代价的豪赌。朴正熙用韩国的军事主权和地缘战略价值换来了美国海量的经济援助，几乎无限制开放的北美市场，以及最重要的所谓安全保护伞。这让韩国可以心无旁骛，把所有力气都用在经济发展上。可以说，韩国是亲手用一部分主权换来了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但问题在于，越南也能这么干吗？不能。它的历史包袱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允许它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附庸。更何况，今天的世界格局也早已不是冷战时期。越南跟我们的经济捆绑太深，不可能完全切割。而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他现在更希望盟友为自己输血，而不是自己掏钱扶持小弟。所以越南的战略独立，既是他最引以为傲的资本，也是限制他发展上限的枷锁。他注定要在这条钢丝上孤独地走下去。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越南能成为发达国家吗？我的答案是很难。它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有机会成为一个富裕的、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甚至成为东南亚地区一个不可小觑的经济强权。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多小国难以复制的事。但是，想真正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意味着你必须拥有自主可控的核心工业体系，拥有能够培养顶尖人才的教育和科研系统，拥有廉洁高效的政府和社会治理能力，以及在全球棋局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而这些恰恰都是越南目前最不具备的。